皇后被废，烧伤挣扎着刚刚修复的身体，不听母亲萧元一的劝阻，坚持要去皇后宫中探望和照顾皇后。萧元一阻拦不住，气血翻涌间，嘴边溢出一股腥热，然后倒了下去，重病不起。凌不疑为报仇，假借太子令撕掉军队，连累太子，皇后自请被废。皇帝一番为难和权衡利弊后，终于同意了皇后的请辞，同时立岳妃为后。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，太子便已经不是皇帝和皇后的嫡出，不符合立储的规矩。等风波平息一段时间后，太子自请辞去主君之位，宣氏一族可以毫发无伤地离开了权力的中心。皇后被废后，皇帝大力赏封宣氏一族，同时封了二皇子为淮安王。宣王只带着几个宫婢就进了永安宫，饮食渐少，病了也不肯见侍医，下令不许任何人进永安宫。岳飞和皇帝也愁坏了，整天食不下咽。岳皇后非但不敢办皇后的庆典，连长秋宫也不敢住进去。可是宣皇后10月怀胎生下的儿女呢？太子躲在东宫中，自怨自艾的不愿意出来。五公主因为私自圈地、逃税、养面首、嫁祸烧伤杀人，被皇帝圈禁在公主府。大公主先是在皇帝面前哭了一顿，随后就谅解了皇上的苦心，最后跟大驸马轮流劝说皇帝不要熬坏了身体，丝毫没有想起自己的母亲宣皇后。此时养子凌不疑也被罚去了去镇守西北边关。凌不疑对宣皇后心存愧疚，哪怕她再进城，也无颜去面对宣皇后了。宣皇后待人谦和，对儿女们也都很宽容，她自己也曾经评价自己慈母多败儿。可是她对少商也是这样教育的，为什么少商却能够掏心掏肺地对宣皇后好，甚至视宣皇后为母呢？因为哪怕宣皇后对子女的教育不当，但她对子女的那颗真诚疼爱的心却是万金不换的。连她刚刚教养了几个月的少商都知道，可宣皇后的自己的几个儿女却视而不见。宣皇后的几个儿女中，除了太子是胆小懦弱却孝顺仁善之外，其他人都是权衡利弊，只顾自己的利益。皇帝给他们带来好处，他们便想方设法地讨好他。皇后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便对他弃之如敝屣。少商进宫一句话救了不吃不喝、一病不起的皇后。人都有自己的秉性，宣皇后曾经说过，她做不成岳皇后，岳皇后也做不成她，皇帝亦然。不管是皇帝也好，皇子公主们也罢，都不明白宣皇后的心事。但与她朝夕相处的少商却知道，只有少商是以宣皇后待他的心去对待宣皇后的。即使现在少商刚刚经历了与凌不疑退婚的痛，又身受重伤卧床不起，刚刚能起身下床，得知宣皇后病了，就立马让三皇子右宫程楚撞开了永安宫的门，让他带他去见宣皇后。其实宣皇后是要人哄的，偏偏自宣太公过世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哄过她，反而要她屡屡去哄人。寡居的母亲，年幼的弟弟。宣皇后从小到大其实没吃过真正的苦，外面兵荒马乱，她头顶上自有人庇护，所以漫长的岁月从未消磨过她的真性情。在宣皇后内心深处，她始终还是那个父慈母爱、娇养呵护的宣氏嫡长女公子，可情势比人强。在乾安王府，她得忍，让一众外姐妹嫁给了皇帝，她又对岳皇后有愧，还得接着忍让。还因为娘家孤弱，她更需要做出一副母仪天下、深明大义的圣贤模样来。不论什么事，她心里再不痛快，也要装得若无其事，还要抢在皇帝面前解释，理解皇帝的举措。如今总算不用装了，她自然要使些小脾气了。怎么破解呢？既然宣皇后仁厚善良，必然见不得曾经与她相处的少商受苦，那么少商就利用这一点，让他燃起起生的斗志。少商栖前到榻边，一双小手抓着被褥，哀声恳求道：“我决意要忘记霍不疑，可是无论何时我都能想起他来。于是我打算丢了他赠予的所有东西，谁知一抬笔就又是他的痕迹。这种情形我恐怕也嫁不了人了。娘娘，我无处可去了，您救救我，请救救我吧，给我一个栖身之地，帮我过了这道坎儿，帮我忘记他。我真的不能日日睁眼是他，闭眼是他，我会死的。我真的活不下去的，娘娘救救我，不然我如何活下去？”
薛皇后终于缓缓地坐起身体，永安宫终于开始传唤侍医与饮食，皇宫众人皆大欢喜。萧元一其实并不是不爱少商，只是多年与少商的母女疏离让他不了解少商，因而对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最终产生了偏见。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，薛皇后正好适时的出现，弥补了少商对母亲的需求空缺。他才发现自己早已经错过了与女儿修复关系最好的时机。而皇后的众多儿女们呢，也从未真正的爱过自己的父母。小的时候是听从命令，长大后是权衡利弊。不管我们身处在何种境地，是身居高位，还是富甲一方，还是平凡的一生，都不要忘了，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世界上的任何一段关系都是双向的。